为什么有些家长不喜欢自己的孩子打游戏呢？为什么电竞选手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个系列我会讲一些与电竞圈有关的故事与往事，内容会比较长，可能会做3到4期。看完这个系列后，你一定会对开头那2个问题有一些新的理解，因为我想这些问题真的想了很久。如果回答电竞选手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正当职业的，还是要从一个传奇的年份说起。1998年，1998年的双11，性格内向的马化腾和他的同学张志东创办了一家叫腾讯的企业，公司首个主营业务是准备为当时的寻呼机做一个网络系统。此时暴雪在半年前发行的星际争霸已销售了数百万份，受到全球玩家的强力追捧。这家靠创始人操信用卡成长起来的公司，也终于成了98年全球游戏销量的冠军，也向世人展示了易上手难精通之理念。这款游戏当然没有引起腾讯的注意。98年他们一直在专心搞 BPG 联网，小马哥想象力再强也想象不到他们未来会做游戏。不过就在大洋彼岸，这一年刚走入大学校门的马克·美林与布兰登·贝克却因这款游戏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也曾在无数个场合说，在共同打星际的岁月，他们在彼此心中埋下了创办拳头游戏的种子。当然这兄弟俩毕业进入顶级咨询公司后，应该也想象不到，当暴雪都做出魔兽争霸3了，腾讯还正 all in 斗地主与联众较劲呢。更想象不到他们创办的梦想公司后来还被这家公司收购了。还是98年，韩国货币贬值达 50%， GDP 倒退 5.8%， 实体经济十分惨淡。而星际这款游戏因为清晰的图形设计最利于当时的电视传播，经过几次转播后竟成了家喻户晓的国民游戏，为当时遭受金融危机席卷的韩国提供了电竞救国的思路。电竞即将成为韩国的国际，后来连韩国总统和首尔市市长都打过电竞表演赛，而 WCG 也开始酝酿。这个曾作为电竞界奥林匹克的赛事，也是如今无数中年人梦开始的地方。可那时中国的电竞行业倒更像一个刚刚离家上路却身无分文的少年，就像那个最早成为整个行业图腾的人一样，电竞天王 Sky 李晓峰。为什么人们都说他是中国电竞第一人呢？他早年又经历过哪些辛酸呢？为什么说2000年初的电竞选手多数过得比民工还惨，面临的是地狱模式呢？我之所以不建议普通学生走电竞选手这条路是因为他所需要的勤奋与幸运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Sky 的事迹，因星际成为了半职业选手，苦练多年却与无数比赛失之交臂，却因魔兽而成为了人皇。幸运的是，在星际发售的当年 Sky 就玩到了这款游戏。当时正上初中的他一直在河南汝州这个小县级市，那里破旧的电脑房却第一时间安装了星际游戏。 Sky 也讲过，当时他们家住在一条破旧的老街中，全家的收入来自他父亲一人，每月800元的工资，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他自己也曾说，小时候1-2周才能吃上一次肉，这次吃了，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当 Sky 的表弟第一次带他在电脑房玩游戏时，他还只能坐旁边看着。但后来表弟也经常会用自己考取好成绩的奖金请李晓峰去电脑房玩游戏。那会儿国内的网吧用的基本都是局域网，但是电竞氛围是相当不错的。网吧中的常客就算彼此不认识，也可以互相切磋，旁边站几个排队的观众也不是新鲜事儿。环境是真的差，气氛是真的好，而且还会有2个小伙伴只租1台电脑直打拳皇的神奇现象。我为啥知道这些呢？因为那会儿我也老去网吧，不过当时我只是个小学生，记得很清楚，在5、6年级时，我的智力水平玩好星际还是很难的，自然也就没产生太多兴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社会老哥估计也都知道，那会儿网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受到社会太多的关注，所以长达好几年对玩家的年龄其实是没有限制的，大面积禁止未成年人主要是在2002年之后，蓝激素网吧着火事件一夜间把国内的线下网吧和电竞行业都带入到了冰点。所以某种程度上 Sky 出生于85年，真的就是为 WCG 双冠王而生的。因为早生2年他会在职业黄金巅峰期赶上北京全部网吧停业整顿的行业低谷，晚生2年呢，又会因为年龄过小，像我一样玩不懂星际而错过最佳训练期。命运的齿轮咬合就是这样的精准。有一天他在家里附近小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咬着牙花10元钱买了一本电脑商情报，因为那上面有 Sky 想要的星际争霸攻略。那时门户游戏论坛尚未兴起像电脑商情报大众软件都是玩家们的圣经。而李晓峰第一次买的这本杂志正巧报道了当年 WCGC 比赛，也就是叱咤风云的 WCG 赛事的前身。赞助商三星需要靠对电竞赛事的赞助来推广其主营业务家用显示器，
首届比赛就豪掷700万美元，但也让这个比赛从出生开始，命运就紧紧地与三星这家企业绑定在了一起，也为后续的停办埋下了隐患。当时 Sky 并不知道那期杂志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比赛将是他未来的舞台，他更想好好阅读杂志上的游戏实用战术篇，因为他只想用这本武林秘籍打赢自己的表弟。而在各种战术选择中，他尤其喜欢速战速决的 Rush 战术，一方面确实想在有限的时间多玩几盘，另一方面他生涯的前期用的电脑都不太好，如果不能在双方人口很低的时候速战速决，后期就会卡。Sky 不断地拉着朋友与他打游戏，很快电脑房中玩局域网的同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不过很快他的表弟又带他去了比局域网网吧贵好多的互联网网吧，并下载了河南商丘星际战网，登上去打了几盘，才发现原来当时顶尖绝世高手都在互联网上打。Sky 最早碰上俩高手的 ID 是PDS Info 和 PDS Star， 显然他们是一个战队的。在被反复血虐之后，对方留下了一句太菜了，但也没办法，因为在电竞的世界里，菜就是原罪，蔑视弱者是高手的权利。随后 Sky 学习到他们的名字前缀一样，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战队，而 PDS 是平顶山的缩写，这两位都是河南平顶山兴农战队里的。难道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这就是地级市战队的实力吗？可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的选手是这个战队里的2线队员，也就是个堂主级别，而2线队员自己又说他们与1线队员又是云泥之别，这让 Sky 更想见识平顶山兴盟战队的顶级战力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终于有一天 Sky 听说在平顶山的幻影网吧有个比赛， PDS 战队会去参加，第1名有200元奖金。 Sky 为此苦练许久，比赛当天从县级市泸州坐了1个半小时的颠簸的大巴车，怀着赴武林盛会的心情来到地级市平顶山，但结局是Sky 很快就被淘汰了。虽然根本没有获得冠军的可能但也见识了地级市1线选手的水平。而那次比赛的冠军并不是平顶山兴盟的1线队员，而是一名前缀是 HNXM 的高手。这个前缀表明此人来自于省级战队河南兴盟。当然接下来的故事并不是 Sky 被著名战队相中直接起飞由于玩游戏太多，他中考落榜了。他的父亲跟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后，将他安排到了洛阳医专成人班，希望他早点成为一名见习医生，谋一份工作，帮助家里分担一些压力。毕竟他的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要养活7口之家。离开家去医专上学那年他只有15岁。2000年某记者发表了一篇报道，这也是整个游戏界和电竞界都知道的名篇，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整天在游戏室里的孩子只有一个结果，男孩子最后会变成抢劫犯、小偷，这是里面的名句。当然那名记者也在文章里写道，为了与问题少年交流他用了1个晚上就学会了星际争霸和英雄无敌，也积攒了一些高招。后来这篇文章还作为范文入选了国内某 TOP 5大学高校统编教材。可如今呢，很多媒体甚至是官媒报道的标题又开始变成电竞产业世界在提速，我们要赶上，读起来不禁令人唏嘘。而我自己也感觉2000年是电子游戏行业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社会、学校、家长都在质疑，经常去电脑房的学生无疑就等于坏学生。我记得那会儿电脑房其实也是卖单机游戏的主要渠道，所以有时我只是去看看新发售的游戏都会有莫名的负罪感，更别说初代电竞选手们了，他们是绝对的异类。尽管也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们会在每局开局前礼貌地打上 GLGG。 事实上游戏总是在新经济产业变革中担任重要的角色。我从家中长辈那里了解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实国内还有过一小波办编程培训班的浪潮，但是那会儿办培训班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推广售卖电脑。历史证明大家连打字都不会，怎么可能学编程？再怎么办编程班也不如1-2款爆款游戏的带动效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98年韩国大力发展电子游戏与电竞经济，倒是间接促成了 C Club 这款社区聊天软件的产生。非常多的人在上面游戏交友，而他们售卖虚拟装饰物的商业模式却直接救了腾讯的命，因为腾讯在当时快活不下去了。第一次挣到大钱正是靠 QQ 秀对 C Club 的借鉴。产品经理许良最早发现了这个模式，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时尚 T 台，而这种模式
又在10多年后应用在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中。卖皮肤这个看似革命性的创新，历史上也是有痕迹的。盖哥说他曾有5位数的 QQ， 不过他并没有沉迷聊天或者是执着于 QQ 太阳的升级。当年腾讯的账户安全做的极差， Sky 在征战各地星际比赛的过程中 QQ 账号被盗无数，但盗不走的是他微操的技术。但那也是他成为职业选手之后的事儿了。来到洛阳一专才发现，无论是室友还是同学都比他大4岁以上，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孤立于班级同学。大学恋情更是想也别想，别人全拿他当小弟弟。在第一次见习手术时，他看到血竟然直接休克了，自然对自己的能力也不断的产生怀疑。终于校外网吧的 BBS 和 OICQ 再次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也通过星际 BBS 认识了对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ID 号称洛阳第一的逍遥。他们都在洛阳一专，都爱打星际。逍遥的水平远高于 Sky， 家庭条件也相对好一些，这几乎成了他在洛阳一专甚至整个洛阳唯一的朋友。尽管李晓峰肯定也是希望融入班级里的，但确实比别人少学了很多年的基础课程，又是唯一一个没有学校发白大褂的学生。在一次次提问与班级同学的注视下，他越来越内向懦弱，缺乏自信。直到有一天，虽然没做错任何事，有一门课的授课老师因为他的身份问题让他离开教室，这件事又一次冲击了 Sky 细腻的内心。虽然他反复答应家里混也一定要混一个毕业证出来，但当时看起来实在太难了。他彻底投入到了星际的世界中。多年后回忆起那个阶段， Sky 也承认，我是用对游戏的热爱回避了对学习的恐惧，但我依旧认为这里面确实也有几分自谦，因为我真的太清楚在网吧连续数天每天10小时只打一个游戏是什么滋味了。对我来说，刷2本53的难度都远低于前者。后来也有其他老电竞人证明过，当大家打星际打到下半夜打累了，所有人一起在聊天室闲聊时，只有 Sky 会每5分钟在聊天室中回复一句别聊了，来打星际吧。所以能坚持下来，靠的绝对不是满足马斯洛理论中娱乐的生理需求或者情感需求，后期靠的只可能是自我实现的动力。而一代代学生与家长的矛盾，小众玩家们与社会主流观念的矛盾，基本都是各自对着5层需求理解的错位。这当中，有的人只爱玩，却要打着追求梦想的幌子；有的人是真的想赢，却被旁人说不过是网瘾少年。但能把持续进步化为信念的人，每年每个分赛区至多1-2人。所以我依旧认为99%有打职业电竞念头的人其实并不适合。而且如今电竞体育与传统体育有一个蛮关键不同点，就是传统体育的黄金年龄比电子竞技体育黄金年龄要晚2到3年，所以电竞选手越来越年轻化，占用基础教育的时间会更多，自然风险也更大。 Sky 天天与逍遥一起练习，在逍遥的引荐下， Sky 终于加入了一个在当时并不是很主流的 Home 战队。事实上当时国内虽有电竞战队，但比较松散更像是线下的玩家俱乐部，工资肯定是1分钱没有，但却有了更多和高手对线的机会。而且洛阳有些网吧的比赛冠军能有高达300元的奖金，比他生活费都高。当时 Sky 每月生活费是100多，但上网的成本太高了，他首次有了一个念头，只要勤加练习，若是能赢上半场1场，至少能向家里少要些生活费。 Sky 的被虐成神之路开始了。为了节约网费， Sky 都是晚上去网吧通宵练习，每天的早餐都定为1元钱10个的水煎包，外加免费白开水。因为是昼伏夜出，白天在睡觉，这样还可以省下一顿午饭的钱。如果月底剩的多了一些，偶尔可以在学校食堂里奢侈的点个2.5块的炒面。如果月底没剩下，那上网往往也要赊账。跟其他在网吧一边玩各种游戏偶尔练习星际的队员不一样，他的一切时间就是反复的找比自己强的人，求他们一局一局和自己打，直到对方实在不想跟他打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会练到拿起鼠标眼睛模糊，大脑无意识，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东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坚持很多盘，我会坚持到完全没有意识，再打要昏过去，练习不了任何东西，或者对手都要睡觉，就连2线3线的选手都不愿意再跟我打了，才结束1天的训练。在他取得冠军前，所有认识他的人没有人认为他有天赋，但能够持续的努力也许也是一种天赋。这样的生活 Sky 过了整整1年，而这1年尽管他打了不少网吧比赛，却没有一次赢得奖金。在回家过年的路上，他听着 Beyond 的海阔天空，反思这1年的经历，并写下读书岁月如此灰暗，展望未来，不知道自己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我又似乎隐隐约约能看到，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关于星际的大舞台，这里面有我想要的荣耀、金钱和友情，尽管他们不被其他阶层的人们所认可。这条路我也许能一直走下去，也许走不下去。可能当时谈职业、事业这些概念对 Sky 来说是奢侈的，他更关心的的确是自己的生存。但在那个02年进网吧、03年进电竞、
04年四处展开反网瘾行动的时代。若没有拓荒者将此路走通，没有人成为引路人，没有人敢作为中流砥柱再次让五星红旗在电竞赛场出现，中国的电竞依旧只能在夹缝里混沌中。职业、事业、生涯这些概念对整个中国电竞短时间内都将是奢侈遥不可及的。不过接下来引路人的路途会更加坎坷。我是大蜡烛，下期我们会继续讲 Sky 的成神之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游戏工作室，我们下期再见。